为什么倒霉的事总是发生在我身上？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感觉？无论怎么努力，总是遇到背叛、不公平，甚至被欺负，好像生活一直在跟你作对，身边总有一些难搞的人，让你无法真正快乐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一切真的只是运气不好吗？还是说这些外在的困境其实反映了你的内在信念？这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，但心理学研究已经发现，我们所相信的事情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世界，甚至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与选择，最终让它成真。而这个概念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的《道德经》中就已经有所描述，个人的内在状态决定了外在世界的呈现。今天我不只要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，还要教你如何改变内在模式，让人生开始转运。影片重点：你如何无意识地吸引痛苦？为什么你总是遇到不公平、冷漠、背叛？投射法则：你对别人做的事最终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。具体步骤：如何改变内在设定，创造不同的人生。这支影片的每个部分都非常重要，请务必从头到尾看完，因为只要漏掉一个步骤，你可能就会错失人生转变的关键时机。因你相信什么，就会吸引什么。道德经第23章：惜言自然，故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强烈的情绪与极端的状态无法长久，万事万物皆有自然的运行规律，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心却像一场持续不断的风暴。无论外界是否真的这么混乱，我们的大脑都在证明这场风暴的存在。心理学家发现，人类的大脑具有选择性注意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会自动关注那些符合我们内在信念的事物，却忽略那些与我们信念不符的证据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相信没有人爱我，你的大脑会刻意放大被忽视的时刻，却忽略那些关心你、在意你的人，让你更坚信没有人爱我。如果你总觉得别人都在针对我，你会变得更加敏感防备，甚至对中立的行为也产生敌意，最终导致别人真的开始远离你，形成恶性循环。道德经第47章：不出户，知天下；不窥牖，见天道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我们的认知方式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世界，即使不亲自经历所有事情，也能透过内在的思维模式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。所以当你觉得自己总是倒霉、被针对、被欺负时，不妨问问自己，这个世界真的这么糟糕，还是我选择只看到它糟糕的部分？2. 你投射出去的能量最终会回到你身上。道德经第26章：重为轻根，静为躁君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稳重是轻浮的根本，宁静是躁动的主宰。当你内心稳定，外在的混乱就不会轻易影响你。但如果你习惯活在被害者思维中，你会发现生活中出现的不是帮助你的人，而是不断强化这种感觉的情境与人。这不只是哲学观点，神经科学研究也证明，我们的行为与情绪会影响他人，并最终回到自己身上。镜像神经元研究发现，我们的神经系统会无意识地模仿和我们互动的人的情绪与行为。情绪传染效应：当我们经常释放负面情绪时，我们会影响身边的人，使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也变得负面，最终形成恶性循环。道德经第58章：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这句话说明，好的事情与坏的事情往往相互依存，你当下的行为与选择会决定未来的结果。举个例子：1. 你霸凌别人，未来你也会被霸凌。你以为你掌控了一切，但你无形中已经为自己种下了受害的种子。2. 你试图控制别人，未来你会发现自己被各种束缚压力控制，你越想控制，他人就会越反抗，甚至你也会遇到更强大的控制者。3. 你若总是批评别人，未来你会发现自己活在充满批评与指责的环境中。你是否注意到，那些最爱批评别人的人，最后往往也是被最多人讨厌和批评的人？如果你对世界投射出敌意，世界也会回应给你更多敌意。但如果你选择以善意面对世界，你会发现身边开始出现更多温暖与正向的能量。这并不是单纯的心灵鸡汤，而是一种实际可验证的现象。当你的内在信念改变，你的行为表达甚至是你的气场都会随之转变，进而影响你吸引到的人事物。但或许你会问，如果我已经习惯了负面的思考模式，要怎么改变？答案是你不需要一瞬间变得完全不同，只要从今天开始做出一点点不同的选择，就能渐渐创造新的可能性。3. 具体步骤：如何改变内在设定，创造不同的人生。步骤1：停止关注负面的证据，开始关注正向的可能性。每天练习正向关注。早上起床时，
问自己今天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情。睡前回顾一天，找出至少3件让你开心的事情。道德经第27章：善行无彻迹，善言无瑕谪。真正的善行与善言，并不会留下争议和批评，而是自然而然影响他人。步骤2：改变内在信念，重写你的人生剧本，写下你的核心信念，并重新定义它。例如，我总是被欺负，转成我选择与值得信赖的人交往。结论：当你内在改变，你的世界就会改变。道德经第64章：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，9层之台，起于垒土。改变从最小的信念开始，只要你愿意，每一天都是新的人生起点。记得按赞、订阅道法人生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集，让更多人学会改变人生的方法。